女孩正荡着秋千，突然小伙伴跑来喊：“你哥被大树砸死了！”他脑子瞬间一片空白，连鞋子都顾不上穿，边跑边哭着喊哥哥的名字。那一刻，他真以为哥哥死了，可他不知道，11年后，他拼命守护的家竟会毁在自己手里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根本不是这个家的女儿。从7岁到18岁，他用命护着哥哥，哥哥也用命宠着他，护着护着就护出了不该有的感情。直到18岁那年，仓库的门被推开，门后面是他这辈子都不想看到的东西。那扇门后面到底藏着什么，竟让母亲在神像前跪了一夜？这对吴雪原的兄妹最终又会走向何方？大家好，我是林哥，一个专挖全网找不到片源的冷门神剧博主。今天要讲的这部俄剧被网友称为俄国版飘，豆瓣 8.8 分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从头说起。一个孕妇在家公的护送下赶往医院，她的丈夫在临场伐木，根本请不到假。她在医院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孩，但有个产妇就没那么幸运了，难产死了，留下一个女婴哭个不停。在征得护士的同意下，她喂女婴奶水，这一喂她就多了一个女儿。丈夫回家后看到是一对龙凤胎，高兴坏了，立刻给儿子取名叫斯杰潘，女儿取名叫瓦利亚。她看到丈夫满脸兴奋的样子，准备坦白的话又咽了下去。她以为只要她不说，那就没有人会知道。可有时候沉默不是金，是埋在家底下的炸药，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炸，但你知道它一定会炸。转眼到了7年后，斯杰潘被3个大人追得狼狈逃回家，父亲一把将儿子护在身后，质问他们想干嘛，可他们却说他儿子是个贼。父亲扯住儿子的头发问偷了什么，原来是一条红色项链。听完，他又把儿子护在了身后，掏钱打发了那个商人，但偷东西不对，他拿起马鞭就教育儿子，出手一边更比一边狠，惨叫声瞬间惊动了瓦利亚，他边跑边喊不许打哥哥，然后用自己的小身板替斯杰潘挡下鞭子，可只挨了一鞭，父亲就万箭穿心。Родненькая моя, милая, больно, скажи, Варюш. Варюшка, ну скажи что-нибудь-то, а? Меня бей. Стёпку не тронь. Не дам тебе Стёпку бить. Ух ты, моя маленькая защитница. Ух ты, моя. О, ну, смотри у меня шалопай. 但下一秒，斯杰潘趁瓦利亚午睡，却将项链塞进她的掌心，因为瓦利亚曾说过她喜欢这条项链，就算挨鞭子她也觉得值了。可没想到，等瓦利亚醒来，她却以为是爸爸送的项链，这鞭子算是白挨了。在这个家里，还有大哥阿廖沙和大姐阿廖娜。阿廖沙是个医学天才，不用人教，光靠看书，他就敢给犯头痛的奶奶放血治疗，却把爷爷吓得腿都软了。阿廖沙见状，含了一大口清水，直接喷在爷爷脸上，爷爷立刻苏醒了过来，而奶奶的头痛竟然真的好了。这事传到校长耳朵里，便劝阿廖沙去城里学医，学费和住宿不用愁，我有个朋友叫帕沙，在城里开剧院，他人脉广，为人也仗义，肯定会帮你的。本就痴迷医学的阿廖沙，终于看到大山外的路。说到大姐阿廖娜，她是全剧最让人头痛的角色，她正处于恋爱脑阶段，爱上了村里最帅的伊格，她通过占卜算出和伊格可以修成正果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可妹妹毫不留情地击碎了她的幻想，让她别做梦了，伊格已经有心上人了。阿廖娜压根不信，直到她亲眼看见伊格拉着卡琳娜拐进了小树林，再也没出来。她哪点比不上卡琳娜？阿廖娜追上去拦住伊格的马车。Чего думала-то? Поцелуй меня. Ты что, целоваться-то не умеешь, дуреха? Ну ты научишь. Да может и научу. Да как постарше станешь. Ты давай-ка, девка, не дури. Я другую люблю. Поняла? Еще пожалеешь, понял? 伊格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噩梦缠上了。阿廖沙要走的那天，母亲起了个大早，她把连夜烙的饼和煮鸡蛋塞进包袱，父亲往包袱里塞了一枚小十字架，带着保平安。阿廖沙挨个告别，可轮到母亲时，他亲了又亲，才舍得放她走。一家人都在，唯独不见阿廖娜。阿廖沙笑着，但眼神里藏着一丝失落。直到马车走远，母亲的眼泪再也绷不住了。
可马车刚出村口，阿廖娜拔开草堆，从车厢里钻了出来。她要跟着哥哥去城里，阿廖沙劝不动，只好带上这个甩不掉的尾巴。家里少了2个大的，父亲把目光落在了斯杰潘身上，带他去林场伐木。可工友劝他，孩子还小，不应该带来这里。父亲却不听，男人就得从小练起。说完就把儿子叫过来，没想到儿子绊了一跤，还没来得及爬起来，刚砍下的大树迎面砸来，父亲扔下斧子冲过去，众人合力把树抬开。父亲赶忙将儿子抱起，哽咽着说，忍着点，马上就到家了。瓦利亚正在荡秋千，阳光暖洋洋的，他满脸笑容，晃得正高。突然，一帮小伙伴从远处跑来，边跑边喊：“你哥被大树砸死了！”秋千还在晃，人早已跳了下来。他光着脚，踩着石子，穿过麦田，跑过土坡，一路跑，一路哭。他不知道什么叫死，他只知道他得跑，跑到哥哥面前，跑到他醒过来。斯杰潘没死，但那条腿从此瘸了。瓦利亚守在他床边，寸步不离。他疼得睡不着，他就一遍遍给他讲故事，直到他睡着，直到他的脚不痛，直到他可以下床。那天，瓦利亚扶着他尝试迈出第一步，他疼得满头大汗，每挪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他就在旁边喊：“别怕，我扶着你，再走一步就一步。”他跌倒，他扶起来，他再跌倒，他再扶起来，一次又一次，他没有一句怨言。Ничего, Степа, ты все равно пойдешь. Ты будешь ходить, ты сильный, ты сможешь, ты будешь. 这一切母亲都看在眼里，她心里竟生出一丝说不清的欢喜。她忍不住对丈夫说：“你看咱家瓦利亚对斯杰潘多好。”丈夫也很开心，可笑着笑着，他又皱起眉头，他觉得有点古怪。阿廖沙和阿廖娜小时候也没这样，或许是双胞胎的缘故，从小就长在一起分不开。母亲的笑容一点点僵住了。是啊，他们是兄妹，是自己亲手把他们变成了兄妹。那一刻，他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：如果他们不是兄妹，那该多好。这个念头一出来，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那个藏在心里多年的秘密又一次涌到嗓子眼，可他还是咽了下去。他告诉自己，就这样也挺好。可他不知道，有些事不是你想让他好，他就会好的。斯杰潘终于能下地走路了，但那条瘸腿却成了村里小孩的笑料。他们还编出了歌谣：瘸子，瘸子，走路像鸭子。他忍了1次、2次，直到第3次，那个唱得最欢的孩子终于捂着脸哭着跑回了家。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父亲怒气冲冲地赶回家，上来就想给斯杰潘一拳。Думаешь, пожалел? На ногу твою глядячи. Плевать я хотел на твою ногу. Ни у кого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жалости к тебе, понял? Ты такой же мужик, как и все, и нога у тебя такая же, как у всех. Ты правильно сделал, что вспылил, когда Витька тебя дразнить принялся. И правильно, что убежать себя не давашь. Но человека ножом резать – это последнее дело. Это паскудное дело. Человек не свинья, его резать недопустимо. Уяснил? Уяснил. И хватит на меня волчонком смотреть. Знал бы я тогда, что тебя деревом пришибет. Сам себя пришиб бы, чертям собачьим. Хватит на отца зыркать. 斯杰潘听懂了父亲的话，父亲不是不疼他，是不知道怎么疼。父亲那一代人表达爱的方式不是骂就是打，就是把你往死里逼。但斯杰潘也听懂了另一层意思，在父亲眼里，他得和所有男人一样，可他已经不一样了，他瘸了。从那天起，斯杰潘再也没有在父亲面前喊过一声疼。他学会了忍，学会了藏，学会了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。但他也学会了另一件事，用拳头说话，因为父亲告诉他发火做得对。而另一边，大哥和大姐来到了城里，帕莎正在家里招待客人，满屋子都是演员、画家、名媛。他身边坐着一个女人，穿着名贵的皮草，那是他的情人托姆卡。阿廖沙局促不安地说明来意，可帕莎毫无兴趣，他的目光始终打量着阿廖娜。在得知是阿廖沙妹妹，芳龄才16，他更是直接试探。Красивая у меня Томка. Шуба у нее красивая. 初出茅庐就敢公然向托姆卡挑战，这份胆量让帕莎眼睛一亮，立刻让情人把皮草脱下来。可托姆卡不愿意，帕莎也不恼，转头就拿出一块金表，对情人说：“现在不属于你了。” Что вы, мы не можем. Ты не можешь, я могу.
接着，帕莎把阿廖沙交给画家，让他安排吃住。至于阿廖娜，年纪还小，就先回家吧，等长大了再来找我。阿廖娜点了点头，她知道这块表可以换一个人。一个谎言埋了7年，一对兄妹动了真心，而那个仓库里到底藏着什么？